来，不用厨师机免油面，适合当早餐的咸口奶盐小餐包。这个面包外皮是酥酥脆脆的，里面是超级的松软，只需要一次发酵。家里没有厨师机的姐妹赶紧安排起来。50克的鸡蛋液，夏天用冷藏过的冰牛奶。这个配方用到的是耐高糖的酵母，加入白糖，白糖的分量可以微调一下，搅拌至酵母融化。再加入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，做出来才没有馒头味。搅拌至无干粉状态，折叠成一个面团，不需要有光滑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水和1个小时。面团已经水和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出模的状态。水和了1个小时，已经可以拉出这种出模了。把面团摊开，加入提前融化的黄油还有盐，面团拉伸折叠，把黄油包裹在里面，抓拌均匀。抓拌大约2至3分钟，让面团慢慢吸收黄油。接着进行5分钟的摔打或者是敲打。现在折出一个比较光滑的面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室温下松弛30分钟。面团已经松弛完了，表面撒一些干面粉，按压排气。我们直接分成16等份，每个面团大约重49克。取一块面团，压扁，排气，反过来折叠，反过来揉圆，这样就好了。烤箱32度，发酵至1.5倍大，旁边放一盘热水保湿。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我们在表面撒一些干面粉，面团中间割一个小口，软化的黄油加入1克的盐，混合均匀，这就是有盐的黄油了。把黄油装入裱花袋，挤在面团上做装饰。现在就可以送入烤箱，放在中下层170度烤20分钟。上色满意后，盖上锡纸，防止烤糊。出炉后，满屋都是黄油的香味。这个面包它是咸香的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感觉腻。喜欢赶紧去试一下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不用厨师机，不用费力油面，免油版的鲜奶吐司来啦！组织细腻，棉花般柔软，还可以拉丝。这个配方是经过我多次去调试的，因为它的含水量是非常高，就算不加面种呢，它也是非常柔软的。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牛奶要提前冻一下，最好冻成有冰渣的状态。3克的耐高糖酵母，这个是一个微甜的分量。1个鸡蛋带壳是60克重，去壳后是50克。先把以上的材料混合均匀。因为这是一个免油的吐司，我们要用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来做。加入盐，搅拌至一个无干粉的状态。黄油是提前融化到液体状，然后冷却到不烫手。加进来，刮刀从外往内折叠，直到黄油完全被吸收。这个时候呢，面团是非常粘手的，表面涂上一些植物油保湿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水和40分钟。如果你的面团和我一样已经超过了24度，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的冷冻室，冷冻40分钟。第一次冷藏过后，面团就已经可以拉出这种粗膜。手上可以抹一点油去防粘。面团从外往内拉伸去折叠，折叠大约2至3圈，直到拉不动为止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捞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做出来的面包味道像馒头，其实就是面团在水和或者松弛的过程中，面团提前发酵。我们要把面团的温度控制在24度以下。现在继续放入冰箱冷藏水和20分钟。如果面温过高的话，可以直接放到冷冻室。案板上撒上少量的干面粉防粘，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光滑面朝下。表面撒上少量的干面粉，从外往内拉伸去折叠。表面可以再撒一些干面粉，这不能多啊，一点点。这动作一定要轻油啊，拉不动那就停下来。最后团出一个光滑的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继续放入冰箱冷藏松弛2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进行最后的一次拉伸折叠，按压，折叠。折叠出一个光滑的面就可以了。
现在来进行第一次发酵，放入烤箱28度发酵至2倍大，旁边放1碗热水，增加湿度。发酵好的面团是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，手上沾一些干面粉，检查一下面团，有轻微的溃弹，但是不会塌陷，这个面团就是发酵好了。轻轻按压排气，把面团平均分成3份，每个面团的重量大约是183克。光滑面朝下折叠，反过来再收圆，密封松弛20分钟。手上和案板可以抹一点植物油。取出松弛好的面团，轻轻地按压排气，擀成一个长方形，按压排气，两侧往中间对折，从中间擀开，擀成大约35厘米的长度，底部捏薄，从上往下轻轻地卷起来，不要卷得太紧。同一个方向，收口处朝下，放入模具。烤箱32度发酵至9分满，旁边放1碗热水，增加湿度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涂上鲜奶或者是鸡蛋液。吐司上色后盖上锡纸，防止烤糊。黑色和金色模具的烘烤温度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趁热在表面涂上一层黄油。这一个呢是3天前做的，还是很柔软。面包还有一点余温的时候呢，就要及时密封去保存，放2-3天呢也不会发硬的。赶紧去试一下吧，等你们来交作业。